Hello，大家好，我是小懒。今天就想跟大伙儿唠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9月3号，咱们国家不是搞了个气派的阅兵式嘛？那场面家伙事一亮出来整齐划一的队伍一走起来，我估摸着不光是咱们自己看的热血沸腾，好多守在电视机前的老外，估计这个下巴颏都快掉地上了。今天咱们要聊的主角就是这群老外里头反应最逗的一位。德国媒体。以前一提到这个德国媒体，咱们心里是啥印象？是不是觉得他们总爱戴着个有色眼镜，对咱们挑三拣四不是说这儿有问题，就说那儿不透明，反正就是浑身不自在，总想给你找点茬。结果这次，你猜怎么着？看完咱的阅兵，这帮德国媒体好像受到了点小小的震撼，那反应简直就是180度大转弯，让我看都直乐呀！德国最大的媒体之一德国之声直接甩出来一个巨无霸标题，生怕别人看不见大字写着解码中国，超级大国想超越美国。哎呦喂，我一看到解码这2个字我就想笑啥叫解码就是说你以前看不懂，觉得咱们是个谜，现在呢瞪大了眼睛，拿着放大镜说要好好的研究研究，想把咱看得明明白白。那这就有意思说明在他们眼里咱已经不是那个可以随便贴标签的无暇阿蒙了，而是变成了一个值得他们花心思去解码的超级大国。这个不是我添油加醋人家文章里写的是明明白白说咱们这一次阅兵那叫一个印象深刻，全方位展示了东方超级大国的形象。而且他们还觉得咱传递的信号特明确，就是告诉全世界，未来的世界秩序我们中国要来参与制定规则了。这话说的真是够直接，一点弯弯绕都没兜。今天咱们就借着德国媒体这个震惊体，好好聊聊他们到底是瞅见了啥，能让他们受这么大的刺激。那这个背后呢，又说明了些什么？咱们得先说说为啥德国媒体这次的态度这么让人意外。大家伙还记不记得隔个5年10年前德国媒体报道咱们都是用的啥词儿？一般都是什么世界工厂环境污染人权问题反正就是把你往一个发展中问题多的形象上靠。那个时候他们看咱就像什么班主任看一个偏科生，虽然你经济这门课分数高，但是他总觉得你其他方面德智体美劳都不行得时时刻刻的敲打敲打你。那个时候别说是阅兵了，咱们办个奥运会，他们都能从这个吉祥物福娃的设计上解读出各种有的没的深层含义来。你说神不神奇反正就是看你哪儿都不顺眼可是这次阅兵让他们彻底没词儿了。为啥呢？因为这次咱们亮出来的东西都是硬邦邦的实力，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肌肉，没地方让你挑刺儿。你想想那个画面当咱们那些新型的坦克、战车、装甲车一排排开过去的时候，那钢铁洪流的气势，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地在颤。德国人自己就是搞工业、搞机械制造的行家，他们一看就知道这些铁疙瘩的工业水平怎么样，是骡子是马，人家心里门儿清。更关键的是什么？解说员在旁边骄傲地介绍，所有装备100%全国产。这句话才是真正的戳到了他们命门上的一句话。全国产这意味着啥？意味着咱们不依赖任何人，从设计图纸到每一个零件，再到最后的组装，全都是咱们自己搞定的。这已经不是世界工厂那种你给我图纸我给你代工的水平了，这是创造力，是科技实力，是整个国家工业体系的体现你德国媒体再想用老眼光看咱，说咱是山寨大国，你自己说得出口吗？那些个线条流畅的隐身无人机，那些个威风凛凛的东风快递，没那个技术你连抄都抄不明白。所以德国媒体这次换口气不是他们良心发现了，也不是突然爱上我们了，而是现实就摆在眼前，你不承认不行了呀！你再用老一套的偏见去报道，连你们自己德国的老百姓都得说，哎呦喂，睁开眼看看吧，你报的这是哪个年代的中国
德国之声这篇文章里还特别实在的承认了一点，说中国这经济发展的势头，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是根本挡不住的。他们还引用了一些国际知名咨询公司的报告，说的是有鼻子有眼啊，预测咱们国家快的话5年，慢的话15年就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1大经济体。哎，你瞧瞧，连时间表都给咱排出来了，这哪还是那个天天对咱指手画脚的教师爷啊？这简直都快成咱们的事业粉了，就差摇旗呐喊了。所以说啊，这第一层刺激就是实打实的硬核科技和工业实力，把他们以前戴的那副偏见眼镜给彻底干碎了。那光有肌肉还不行，你得有朋友啊，得有人认同你，对吧？德国媒体这次还特别敏锐的发现了另一点，就是咱们的朋友圈和国际影响力跟以前也完全不是一个量级了。德国之声的文章里专门提及了一段，说咱们现在倡导的那个多极世界的理念特别有吸引力。那啥叫多极世界？说白了就是这个地球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子了，就1、2个村霸说了算。那大家伙的事得大家伙商量着来，你别管这个国家大小强弱，都得有发言权。这个想法那可是说到了很多新兴国家的心坎里去了。凭什么呀？凭什么你们西方几百年前靠着船坚炮利定下的规矩，我们现在还得遵守？我们发展起来了，这不合理吗？太合理了。所以说咱们振臂一呼，说要搞人类命运共同体，说要共商共建共享的时候，亚非拉的好多兄弟国家那是一呼百应啊。这一次阅兵就体现的淋漓尽致。你看这个观礼台上来了多少国家的领导人，乌泱乌泱的但最有意思的是，德国媒体也注意到了西方那些主要国家的领导人一个都没来。他们为啥不来这报道里也说了就是因为这个普京来了呀。欧洲那些领导人拉不下那个脸不愿意跟普京站一块合影。这就搞笑了你看他们想干嘛呀？他们想要这种集体缺席的方式给咱们搞个孤立，想让咱们的场子冷下来，让全世界觉得你看这个主流社会都不带你玩，这是他们以前最爱用的老把戏了，动不动就孤立你，制裁你。结果呢，这次这老把戏彻底玩砸了，他们不来咱们的活动受影响了吗？一点儿都没有，场面照样宏大，气氛照样热烈。反倒是他们自己的缺席显得是特别扎眼，特别的格格不入。这个德国媒体也看明白了，说这种抵制压根就没影响到北京。这说明啥？说明这个世界已经不是那个围着西方转的世界了。你西方不代表全世界，你不同意不参与，这个地球照样转。我们该干啥干啥，我们的朋友遍天下。那这种感觉呢，对西方，特别是对德国这种一向自认为是世界重要一级的国家来说，冲击力是很大的。他们突然间发现自己手里的孤立大棒不好使了。以前他们觉得能决定谁是朋友谁是敌人，现在发现咱们有自己一套交朋友的方式，而且这个朋友圈还越来越大了。这就好比他们本来想在咱们通往世界的路上砌一堵墙，结果一回头发现咱们自己默默地修了无数条一带一路，条条大路通罗马，你那堵墙成了一个笑话。所以这第2层刺激就是咱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这种从容自信朋友遍天下的新姿态，让西方那套孤立的老把戏彻底失灵了。那说完了硬实力和软实力，咱们再聊一个更深层次的东西，也是这次阅兵给全世界带来巨大视觉和心理冲击的东西，那就是咱们的组织能力和国民的凝聚力。阅兵式上最震撼人心的画面是什么？可能不是某个具体的武器，而是那种极致的整齐划一，成千上万的士兵走正步劈枪，每一个动作都像是一个人做出来的一样。那脚步声咔咔咔，整齐的跟用节拍器卡过似的，一步不多一步不少。那些装备方队，坦克导弹车一辆挨着一辆，那间距那队列跟用这个尺子量过一样强不正看都得说一个爽字。这外国人可能不理解说搞这么整齐干嘛呀？有这个必要吗？
太有必要了啊！这背后展示的可不仅仅是军人的训练水平，它展示的是一种精神、一种纪律、一种令行禁止的组织能力。你想想，要把这么多人、这么多装备，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组织的如此井然有序，不出一点差错，这背后需要多么庞大的协调、沟通和执行力！这恰恰就是咱们国家最强大的地方之一。这种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啊，不仅仅是体现在阅兵上。你想想啊，咱们要建一个港珠澳大桥，这么复杂的工程，说干就干，几年就给你建起来了。咱们说要搞高铁网，10几年时间，8纵8横遍布全国呀。咱们说要脱贫攻坚，一声令下啊，干部们就奔赴基层，硬是把近1亿人拉出了贫困线。这些事情在很多西方国家看来啊，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呀。他们可能修一条地铁能修个10几年，还扯皮不断；搞个基建项目，光是议会辩论、党派扯皮就得花个好几年。所以，当这个德国媒体看到阅兵式上那种极致的整齐时啊，他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支军队，他们看到是这个国家强大的组织能力和社会凝聚力的一个缩影。他们明白啊，一个能把阅兵做到这种程度的国家，就一定能集中力量办成任何他们想办的大事儿。这种上下一心、万众一心的力量，才是最让一些人感到害怕的。因为这就意味着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在面对困难和挑战的时候，能够拧成一股绳，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德国媒体也看懂了这一点，他们知道这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那个一盘散沙的中国了。这个国家有坚强的领导核心，有明确的发展目标，有团结一致的人民。这样的国家，你想去拿捏它，你想去遏制它，可能吗？它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只会越来越稳固。所以这第3层刺激就是阅兵式所展现出来那种无与伦比的纪律性、组织性和背后所代表的整个国家的凝聚力。这也是一种让任何对手都不敢小觑的精气神。当然了，阅兵市场那些钢铁洪流看着威风，但打仗打的是什么呢？说到底打的是钱，是国力，是经济啊！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你造不出那么多先进的装备，也养不起那么多兵。德国媒体之所以预测咱们最快5年就能超越美国，也不是空穴来风，正是因为他们看到咱们经济这台超级发动机的强劲动力啊。咱们就拿这个身边的事来说你现在去这个国外逛一圈，看看这个中国制造是个什么概念。早就不是10几年前那种廉价小商品的代名词了。在欧洲的大街上跑着咱们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什么比亚迪、蔚来设计的是又漂亮，技术又先进，搞得德国本土那些老牌车企都压力山大。在很多国家的商场里卖的最好的手机是咱们的华为、小米、OPPO。这天上飞的无人机10架里得有7、8架是大疆的。从日常消费品到高端工业设备，再到前沿的科技产品，中国制造正在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全面升级。那这背后靠的是什么呀？靠的就是咱们完整的工业体系靠的是咱们庞大的工程师队伍，靠的是咱们对科技研发的持续投入。再说说一带一路，德国媒体也看在眼里。咱不是像美国那样开着航母去别人家门口耀武扬威，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咱们是带着钱和技术去跟别的国家一起修路、建桥、盖港口，搞合作、做生意。你帮我建个发电站，我这的工厂就能开工了；那你帮我修条铁路，我那儿的矿产就能运出来了。大家一起发展一起赚钱，这多好了！那这种实实在在的好处，谁不欢迎啊？所以你看咱们合作的项目遍布全球，跟越来越多的国家结成了利益共同体。这跟美国现在搞的那一套贸易保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现在在干嘛呢？天天觉得别人占他便宜今天给这个加关税，明天给那个搞制裁，把自己的市场是捂得严严实实。结果呢，不但没有把别人给搞垮，反而把自己国内的通货膨胀搞得一塌糊涂，把盟友也得罪了一圈。一个是敞开大门广交朋友合作共赢，那一个呢是关起门来处处树敌唯我独尊。这2种格局2种路线，谁的前途更光明不是一目了然吗？
所以啊，德国媒体对咱们阅兵式的评价，以及对咱们经济前景的看好，其实都是基于这些事实的判断。阅兵式上那些轰鸣而过的战车，它的背景音其实就是我们国家经济这台超级发动机的轰鸣声。正是这股强大的经济力量，才支撑了我们日益增长的国防实力和国际影响力。那回过头来看啊，德国媒体这一次对咱们阅兵式的震惊体报道，其实就是个特别有意思的信号。它说明中国的崛起啊，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了。那这个事实就像阅兵式那整齐的步伐和钢铁的洪流一样，清晰有力，不给你任何模糊和狡辩的空间。以前那个由西方制定规则、主导话语权的世界秩序啊，正在悄然的发生改变。咱们中国啊，已经从一个默默的参与者、一个规则的遵守者，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建设者，甚至是未来新规则的倡导者和制定者之一。德国媒体啊，总算是看清楚了这个大势。我相信啊，未来会有越来越多像他们一样的西方媒体，不得不摘下有色眼镜，重新学习，重新解码今天的中国。当然了，对咱们自己来说啊，人家夸两句，咱们听听就行了，心里高兴一下，但是没必要飘。这路呢还得一步一步走，事儿呢还得一件一件干。咱们要做的就是继续踏踏实实的发展好自己，把经济搞得更强，科技呢搞得更牛，让老百姓的日子啊过得更好。那你强了，你稳了，你的声音自然就有人听了，你的腰杆自然就硬。到那个时候就不需要什么阅兵还来刺激他们了，咱们的一举一动，咱们的发展本身就是这个时代最震撼、最响亮的宣言。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我是小兰，我们下期再见。